且无限制条件下，瑞士私人银行简直就像阿里巴巴故事的山中宝库，只有说出密码代号才能够芝麻开门。因此，上个世纪，瑞士银行金库几乎塞满了全世界独裁者窃取国家资源、搜刮人民的贪污黑钱。从菲律宾前总统马可仕到伊拉克的海珊，钱只要存在瑞士的银行就万无一失。哪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只要小命还在，依旧能靠着这些黑钱奢华挥霍度日。瑞士于是成了全球权贵洗钱天堂。根据一份欧盟流出的隐秘资料显示，欧洲人放在瑞士银行的存款金额、绿色申报和红色隐匿的财产比例悬殊。欧盟估计有高达5兆欧元，约200兆台币，来路不明的存在瑞士银行。洗钱天堂加上避税开户，让这个阿尔卑斯山中小国竟掌握了全球将近30%财富。但911之后，国际反恐作战加上美国和欧盟抓富豪逃漏税、软硬兼施，瑞士终于不得不放宽了银行保密条款，配合调查。甚至有银行家成了检举吹哨者。瑞士银行前高阶职员伯肯菲德2007年向美国司法部检举东家帮助美国富豪逃税，虽然他被判刑40个月，但却获得1.04亿美金（台币30亿8千万元）的巨额奖金。这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奖赏，间接鼓励了一些私人银行家偷偷贩售逃税客户名单给各国政府。We will not give you names, we will not reveal where the money is from, but we will take the taxes from them and give them to you. Given the pressure from the US, given the pressure from us, and given the pressure from man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Swiss bank secrecy is like a Swiss cheese. It is still there, but is full of holes. 各方压力之下，金融界预测亚洲的新加坡很可能取代瑞士金融地位。但瑞士人真能把宝座拱手让人吗？ Private banking, certainly Singapore is a very important country, and because it's located in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regions in the world. But when you look at the institutions in Singapore, you will see many Swiss banks. 真相如何？目前无人解答。或许就如同私人银行家恪守几世纪的唯一箴言，那是不能说的秘密。欢迎回到登峰造极的秘密，聚焦瑞士。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公布了2012年全球最具竞争力国家报告，结果144个经济体当中，洲欧小国瑞士连续第4年击败了所有欧美大国，拿下全球榜首，而台湾则排第13名。欧洲4国显然受到欧债风暴冲击，表现垫后。全世界都知道瑞士富有，但这不被大环境打倒的卓越竞争力背后的秘密究竟是什么？画面这个是破了世界纪录最轻薄的机械手表机芯，只有2厘米厚。登峰造极的竞争力秘密，我们就要从这超薄的机芯里面寻找。绿草如茵，牛铃声响。瑞士与法国边界的诸罗山，翠绿丘陵，静谧安详，这是钟表王国的发源地。我们的车子开进名为仙纽边境的宁静小镇，这间制表工作坊拥有100多年历史，里头的工艺就像地名仙境一般，称得上神乎其技。你
现在所看到这位制表师傅在制作，就是全世界最薄的自动机械机芯，它的厚度只有2.3毫米，比起一般的机械机芯要小了好几倍，和一个10块钱硬币的厚度是一样的。那这已经是全世界最薄，而且登上了吉尼世界纪录。但令人惊讶的是，瑞士人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研发成功。This movement will have up to 220 different parts. The difficulty is to assemble all the parts because you have absolutely no space available. Each small ruby, each small screw has to be fitted absolutely correctly, straight. In no way there can be any mistake available and permitted. Otherwise, the whole 220 components will not run correctly. 把几百个肉眼都看不清楚的小零件，就要用双手放进这只有硬币般厚度的机芯当中，而且不容半点失误。瑞士人的精准，世间无人能比。瑞士制表技术要追溯到16世纪宗教革命，大量新教徒被迫逃到瑞士日内瓦和这片侏罗山脉。宗教难民中，除了后来变成私人银行家的贵族后裔外，其他多半是技术高超的钟表工匠。En comptant les années d'école, ça fait 44 ans. L'intérêt pour les petits objets, pour la petite mécanique. 基哈德62岁，父亲和祖父都是钟表师。半个世纪以来，他继承家传工艺。身处在景色宜人的侏罗山，一年有8个月时间都在下雪。漫漫冬日无农务可做，一望无边的山丘美景，正好让基哈德心无旁骛，组合手中精密的陀飞轮。如今，这追求精准完美的 DNA， 要由一旁20岁已经在工厂练功3年的学徒安东尼来继承。Que l'horlogerie, elle nous est transmise par des personnes plus âgées, donc ça nous permet de perpétuer la tradition horlogère. 超薄的自动机械机芯，精密的平衡器。能对抗地心引力误差的陀飞轮，甚至跟随分针转动。还有疯狂的跳时表，几百年来，瑞士钟表一代传一代，不断在技术上创新，不断在功能尺寸上突破。80年代，珠宝工艺也开始跃上表面。对外观和性能的狂热追求，掀起瑞士钟表界一次又一次的革命。600家钟表工厂，45000名制表师，穷尽一生心力，每分每秒都在追求卓越。La patience est primordiale, le goût du travail bien fait. 深厚的钟表文化底蕴，精湛的制表技术，透过学徒制一代代传承，让表面上印有 Swiss Made 的字样，成了顶级工艺代名词。一只表价格100万、1000万，甚至上亿元，都有大户抢着订购。尽管因为欧债风暴，欧洲经济惨淡，但瑞士钟表2011年一共出口2980万只手表到世界各地，创造了193亿瑞士法郎，高达台币6000亿的出口值，占了世界一半，也创下新高纪录。数百年的工匠精神展现在世界无敌的竞争力上，也影响了瑞士的教育制度。这就是知名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隔壁的苏黎世大学加起来，一共出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27位诺贝尔奖得主。尽管有如此卓越的学术成就，但是在瑞士并非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瑞士教育讲究因材施教，小学毕业就会开始第一次分班，成绩好和有意愿升学的会进入一般国中，准备日后读大学，而其他80%的学生则进入职业国中。国中毕业后，再依照意愿性向第2次分流，继续升学或是进入技职学校。
威利和路易是国中同班同学。威利想当医生，念升学高中，但路易却想早点入社会，选择商业技职学校，1周3天都要到银行实习，练就真本事。In der Lehre hat man sehr praxisbezogene Arbeit und das in der Schule, das ist alles nur theoretisch. How much you can earn? 780 plus 120 for each, so 900. I stare at my reflection in the mirror. 原本都念普通高中的姐妹开死党 Effie 和 Rebecca， 到了上大学的年纪，也面临人生第3次分流。Ich habe das Gymnasium ausgewählt, weil ich nicht genau wusste, was ich machen will. Diese Lehre kann mir helfen, in der Zukunft mit den Kindern umzugehen und im Haushalt gut mitzudenken. 要求专精和实务训练的技职教育，培养出各行各业真枪实弹、高品质的技术人力，创造出6360亿美金的巨额 GDP， 世界排名第19，瑞士国民所得更突破8万美金，世界第4。瑞士有享誉全球的理工学院当作国家大脑，更有完善的技职教育作为手脚，手脑并用，就让人口不到800万的山中小国如巨人般成功跨足世界。If you really want to have good economic success, you still must have a good manufacturing base. And Switzerland has it in abundance, is a good base for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They attract good brains into the country. So all of this helps Switzerland to stay on top of the league. 表面镶满大颗钻石，经过好几道工序，基哈德和安东尼终于完成最后也是最复杂的陀飞轮组装，准备出厂。因为买家已经等了3年之久。做就要做到最好，维京唯一的精神在时间巨轮中得以传承，而卓越竞争力的秘密也就在这坚持的态度下，在这2厘米的厚度间完美呈现。瑞士维京唯一的教育，除了钟表工匠，最让世人知晓的还有旅馆管理。一家市调公司针对全球70国顶尖国际级饭店，共5万名管理人员做调查，票选最优秀的旅馆学校毕业生。结果第1名是瑞士洛桑饭店管理大学，而第2名有3间，瑞士的雷霍什、格里昂，还有美国的康奈尔。算一算，前10名有1半都是瑞士的旅馆学校。为什么全世界大饭店都喜欢瑞士旅馆学校毕业生？接下来我们就要前进瑞士校园，找出答案。深秋时节，枫红点点，瑞士西南部的布鲁什是欧洲富豪和好莱坞明星冬季最爱来的滑雪胜地。就在这阿尔卑斯群山环绕的宁静山谷中，也暗藏着全球旅馆精英摇篮的秘密。这间瑞士旅馆管理学校拥有50年历史，全世界排名数1数2。校园和一般大学没有太多不同，但一进到主要大厅，第一个感觉是学生们来头似乎不小。Hi, I'm Fanny and I'm from Sweden. Hi, I'm Camila and I'm from Colombia. Good afternoon. I'm Hans. I'm Italian German. Hello, I'm Frederick. I'm from Australia. 来自世界各国的俊男美女，配上华丽行头，身价背景想必不凡。Lauren 21岁，拥有欧洲王子的气质，旅馆学校大4生，也是卢森堡饭店小开。As my family since long time has already been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and owns several hotels in Luxembourg, my dream is to follow this tradition. 而 Lauren 的同学金发美女 Fanny 是瑞典电脑公司千金 ，Freddie 澳洲船运小开，台湾女生 Narisa 父亲是康师傅总经理，管整个大中华区。至于 Hans 来自德国，却在黑金油国阿布达比长大。I was traveling a lot because my father's job, he works in the oil business, so lots of traveling, that's why. My mother, she doesn't work, but her family used to own and manage hotels across Italy. 每个学生非富即贵，连俄罗斯油王千金和约旦皇室也来上课。
为什么全球富豪贵族都要把子女送来瑞士念旅馆管理？这间学校究竟藏有什么魔力？你以为我现在来到一个高档餐厅，但其实这里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 waiter 和 waitress 全部都是学校学生，而且他们老师还在偷偷的观察他们到底有没有够专业。旅馆学校在校园打造了一间高档法式餐厅，用餐是上课，学生当服务生，盛装出席的客人则是同学和老师。这堂课是要让学生从带位、点菜到斟酒，彻底了解5星级服务到底是怎么回事。哇哦 ，OK， 这是我的第一道前菜。饭店哦，香煎干贝、番茄塔塔前菜、炭烤牛排，一道道美味大餐上桌，让人怀疑，难道学校厨房里还有5星饭店大厨坐镇吗？